大家好，我是秋平，我现在在重庆的大山当中。大家看我身后，这里有一扇大门，非常奇怪，在这种深山里面怎么会有门的出现呢？你如果是晚上来到这里，是不是感觉有点瘆人？其实这个背后啊是一个天坑，听说里面还有房屋。那么有房屋，可能是不是有人居住？如果有的话，那这里可能相当于就是我们去一户人家的入院之门。现在呢，我们就准备去这个天坑里面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是否还有人居住。这个地方是叫做北碚天坑，来这里还是很方便，马路就在旁边，大概相隔50米左右。大家看到没有？房子就在那里。其实我们之前在重庆、贵州、湖北看了很多天坑，有一些天坑呢非常大，住了一些人家；那有一些天坑呢是以前住着，各种各样的。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走天坑的，这些地方非常有特色啊，修了一个城墙一样的，然后还有大门。那么不管现在是否有人居住，以前呢肯定是有人住在这里的，要不然不会修一个墙还有那个大门。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嘛，这相当于是入院大门。这里还有一副对联，这个字比较奇特，感觉有点像古代那种小篆或者其他字体。右边是看得清了，天坑开门，左边是什么绿野吧，仙踪是不是？我们现在就来这个天坑里面看一下。开门，打开门之后就发现里面确实是别有洞天。有没有人？有人在不？喊两句话呀，它里面有很大的回声。这下面的树木杂草还挺多的，因为春天来了嘛，万物复苏。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门打开，离底下呢大概有10多米的距离。那么以前的人，他可能为了进出方便，就在这里修建了一个石板台阶路。这个可能也发挥了巨大的功夫啊，因为这种天坑进出的话，没有路是不方便的，它不可能靠那个锁掉下来。其实，在云贵川以及山区这些地方啊，很多天坑以前是会有人居住的，因为这种地方相对来讲的话，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因为在100年前或者是古代碰到战乱的时候，很多土匪，那么有些村民呢生活为了躲避，他就可能来到这个天坑里面居住。在湖北利川也有个天坑，下面还有些房屋。现在呢，我们就走下去看看。走这些地方要小心的，因为石板台阶路有点滑。它这个石板路跟我们平时修建楼梯是一样的，它是要为了保证走得顺畅，都是这样弯过去的，像之字形或者 S 形。在这边感觉还有很多小的洞穴，里面整体面积看起来不是太大。前方还能看到一些地基的痕迹，那么以前可能建了房屋，那里还有台阶，而且那里是有好几个平台，就跟我们建造那种宫殿一样的，像武当山，它依着山势而建，一层一层上去的，它这里也是如此。我们走下去就能看得到了。天坑我还是挺喜欢逛的，因为有些人生活在天坑，他们在天坑里面住了几百年，传承了几百年的都有。我上次去贵州一个地方啊，那个天坑大概长度是2公里，他们几十户人家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现在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天坑的全貌了。那边以前应该是有人生活过的痕迹，房屋的那个痕迹以及地基。那这边有一个山洞，不知道干嘛的。这个天坑还是挺好走的。那么大家一般都会奇怪，天坑是怎么形成的？天坑一般是出现在喀斯特地貌地区，所以在贵州、重庆还有一些山区大山里面比较容易出现。那天坑一般都是底下有河流，如果地质条件有利呢，水的长期冲刷就形成了地下大厅。它其实主要就是在几亿年前，这里可能都是海洋，海水退去了，地下暗河还存在，那一直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呢，由于塌方就形成了天坑。天坑形成一般是需要几个条件的，第一是石灰岩层要厚，要有足够的岩层才能给天坑形成足够的空间。第二就是地下河的水位要很深，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天坑里面大家生活水源是怎么解决的，它一般都是有地下暗河的。
越大的天坑，它那个河流可能就越大越深，试试降雨量要大，这样地下河流的水和动力才能够足够大，能够将塌下来的石头冲刷走。还有一点就是地壳要抬升，所以说天坑形成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我们就是从那里下来的，看起来还是挺高的吧。在这里还发现一口井，还有一些水。那么以前在这里生活的人可能就是用这个水这里就到了核心的地方了，看得出来以前是有人居住生活过痕迹的。因为你看有台阶，有水泥弄的，还有石头。那么我猜想这个地方不光是100年前可能有人居住，在几十年前也会有人居住。那个水泥明显的在这个上面呢，可能弄了一些房屋。那个地方很有可能就是灶台，因为房屋的遗迹还存在，就地基还在。前面这里现在都变成杂草了，没有其他的东西了。你看当时他们修建这个路不简单吧，在那里一定要垒砌上去，还挺高的。他们这些石头应该是这里面采集的，因为天坑里面嘛就是石头多，所以自然而然的话就充分利用起来了。这个天坑我仔细看了一下，大概高度是100米左右，也就是说在这个天坑里面建房屋的话能够30到35层，高度还是可以的。不过就是长度不是太多，也是100米，宽度20米左右，算是一个小型的天坑。在云贵川这些山区，我们平时能够发现一些天坑，其实还有很多天坑是发现不了。有些地方可能比较偏僻，没人住的话，这天坑就找不到。而这里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天坑有一扇大门，慢慢的就被人熟知，变成了一个现在的网红地点。到了节假日或者周末，有很多人会来这里观赏。来到这里，怎么感觉又跟一个寺庙一样？它这里还弄了一些标识，千手观音。那以前这里是不是放了一个观音的那个像在那个顶部好像有一个佛像，所以一开始在上面我看到这里有点像宫殿形式，我还感到奇怪。那难道可能是在早期有人居住，后面呢改成了一个像寺庙类似，就放置了几个佛像在这里？你如果单单是放佛像，怎么弄成这个平台一样的呢？也没放着其他东西。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我们经常看很多山，它下面都会放一些树枝。这个有好几种说法，一种呢就是说观察地壳变化，你如果山有点倾斜，石头呢会被压弯或者压断，就有声音，那提醒主人呢这里可能有危险。还有一种呢就是说针对那种老年人，说对他的腰部有好处，反正众说纷纭。看看这里，这个是人们画的吧？这个是一个壁画一样，这不知道是画的是谁。我们从这个方向看，这个天坑是不是像一只脚或者一只眼睛我们经常看很多天坑或者其他大自然的现象时，可以比作某一个人、某一只动物。这个大自然确实很神奇这个天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见。